漢光42號演習現場北部一處校園內，原本平靜的環境突然傳來直升機的嗡鳴，警戒人員迅速展開，黑鷹直升機從天而降，一批全副武裝人員快速登機，沒有公開姓名，沒有明顯標誌，他們只用了極短時間完成集結轉移。隨後，直升機飛向山區，展開空中突擊任務。這支部隊就是台灣陸軍最神秘的特戰力量之一——高空特種勤務中隊。外界更熟悉他們的名字——涼山特勤隊，以及那個充滿傳奇色彩的稱號——涼山山鬼。為什麼一支人數並不龐大的部隊會被稱為台灣精銳中的精銳？答案不是裝備，而是篩選。有人形容8000萬人裡面才能挑出這樣的戰士。因為成為山鬼意味着你必須通過普通士兵難以承受的訓練體系。涼山特勤队成立於1980年，後來整合高空突擊能力，逐步形成具備海陸空3棲能力的特種單位。他們的任務特點就是快速进入危險區域，執行高難度任務。在現代戰爭中，特種部队最大的價值不是與敵人正面拼規模，而是在關鍵節點以最快速度完成普通部隊無法完成的行動。漢光42號演習中，涼山特勤隊模擬敵軍登陸後的縱深作戰環境，他們執行戰力疏散、支援打擊任務，隨後搭乘 UH-60M 黑鷹直升機前往山區進行空中突擊。從城市環境到山區戰場，從地面行動到空中投送，這種快速轉換能力就是他們長期訓練的結果。涼山鬼的訓練不光是比誰跑得快，還要考驗人在接近極限時是否還能完成任務。涼山隊員平時需要接受山地行動、水域訓練、高空突擊、夜間滲透等多種訓練，他們必須適應不同環境，因為真實任務不會選擇天氣和地點。訓練中，隊員經常需要攜帶大量裝備行動，部分訓練狀態下，單兵携行重量可達26公斤左右。這還不包括個人武器、防護裝備和任務器材，背負20多公斤裝備移動只是基礎要求。真正困难的是，在體力大量消耗之後，依然保持判断能力，這也是魔鬼舟存在的意義。連續數天高強度訓練、長距離移動、複雜環境任務、睡眠不足情況下完成戰術動作，他淘汰的不是體能最差的人，而是无法在壓力下保持穩定的人。通過魔鬼舟之後，队員還需要接受天威測考等綜合評估，從滲透能力到戰術協同，從個人技能到團隊執行，每一個環節都決定能否繼續留下。最終通過篩選的人才有資格成為涼山特勤隊的一員。除了自身訓練，涼山特勤队也長期參與國際特戰交流，與其他國家特殊部門進行訓練和經驗交換。在國際特戰領域，一支部隊的實力並不只看裝備數量，更重要的是訓練標準和任務完成能力。與此同時，现代特戰行動越來越強調多單位協同。涼山特勤隊還和海軍特戰單位乾隆蛙兵合編，一個擅長陸空突擊，一個負責水下滲透，兩者結合可以形成更加完整的3棲作戰體系，以至於有人把涼山特勤队稱為世界10大特種部隊之一。不可否認的是，一支能夠經過高強度篩選、長期保持3棲訓練並參與國際交流的部隊，本身就代表着極高門檻。他們人數很少，曝光也很少，但每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，都代表台灣陸軍最精銳的一面。從黑鷹直升機上的快速突擊，到海上的隱蔽滲透，再到山區中的長距離行動，這群被稱為涼山山鬼的特戰人員，用幾十年的訓練證明，真正的精銳不是裝備最豪華的，而是在最困難的環境裡依然能夠完成任務的人。這支隱藏在山中的特種部隊，你覺得涼山特勤隊能不能稱得上台灣陸軍第一戰力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喜歡這期視頻，別忘了按讚、轉發、訂閱，我們下期再見。